我是魏少，我亲手害死了我的妻子，准确来说是前世的魏少，因为我做了一个梦，梦里我被人一箭射穿了喉咙，流言战败自刎后，我统一了天下。万事回京的路上，我梦见了前世的自己，那是一个恐怖至极的噩梦，和这一世的我一样。流言死了，我当上了皇帝，但我并不快乐，那应该是2世以来我第一次见到满满的样子，但却是他冷冰冰的尸体。我的军士们占领了流言的最后一处城头，他们山呼万岁之际，我却被告知流言和他的皇后自潜于公社之中。远处浓烟滚滚，我的耳畔充斥着那些俘虏的哀泣之声，周遭漂浮着血腥的恶臭气。虽然我早已习以为常，但还是被眼前的景象惊到了。血泊里倒着数个已经死去的彩衣女子，应当是流言的姬妾们。我一边在心里盘算着，一边注意到了榻上并排躺着的尸体。流言和他的皇后乔氏，我望着那张与我死去妻子相似的脸，心里的恨意并未消散，没有想象中大仇得报的快感，反倒多了几分惆怅和失落。我平静地看向那乔女的尸体，即便死去已有片刻，身体早已僵硬，但她看起来依旧明艳美丽。胸口那道染透了血的伤口，令她的美又多了几分悲凉，足以打动这世上最铁石心肠之人。转身离开后，我独自走在尸骸遍地的城池街道上，将士们庆贺胜利的欢呼声并未在我心里泛起任何波澜，我已感受不到任何喜悦，反倒是茫然孤寂之感涌上心头。许是我早已对胜利麻木，又或许是一直以来都拿报仇当作终极目标的我，失去了心里唯一的支撑。登基后四处征战，麾下的铁骑踏平了匈奴。为了扩充疆土，我连年征收赋税，充盈军饷，整个中原都对我大燕闻风丧胆。可与此同时，我的心境再未有过半分欢愉。我虽广纳后宫，但从未有长情之人，就连从前待在我身边的苏娥皇，也整日沉迷在后宫的勾心斗角之中，早已被我厌烦。每当夜深人静之时，我心中的凉意都会更胜几分。我时常想，倘若祖母还在世，这一切是否会不一样？哪怕我依然不快，但终会因祖母而多出几分慰藉。所谓孤家寡人，也不过如此。大燕建国后便连年打仗，百姓早已民不聊生，各地暴乱纷起，其中最严重的当属巴陵之地，为首的便是那流言的得力干将，许久未见的绿毛。我心中熄灭已久的怒意再次涌上心头，于是下令发兵，由我亲征。只是我从未想过，我的生命会结束在绿谋手中。他拿箭射穿了我的喉咙，我坠马倒地，结束了魏少可怜的一生。我猛地惊醒，原是南柯一梦，幸好只是梦，无数个日夜。每当我回想起那个噩梦时，都在庆幸，仇恨是把双刃剑，幸好祖母还在，幸好我遇到了满满，满满也遇见了我，也是时候该启程去寻他们母女了。许久未见，不知我的女儿能否唤我一声爹爹。